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好不容易订婚了，现在又反悔，要我做上门女婿，我真不懂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我结个婚这么难呀？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现在我母亲因为他不同意做上门女婿的事情，干脆都不理我了，他却从来没有为我和我们的未来考虑过。我放不下这5年的感情，也不想违背我自己的内心，如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魏先生25岁，来自山西运营；吕女士26岁，来自山西带货主播。欢迎两位啊！对面的这位女士是你的，是我的未婚妻，那就是马上要步入婚姻了，是吧？对，是的。打算什么时候领证，什么时候办婚礼呢？再过上一段时间吧。应该是认识了很久，是吧？5年了。5年，对，都订了婚了吗？为什么订婚之后反而出了这些问题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家是2个姑娘，我姐姐已经出嫁了。我母亲看到周围邻里他们有招上门女婿，就觉得自己也想有个上门女婿。不同意？对，因为我这边我有个姐姐，然后我姐也已经嫁了，然后我家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了。哦，提了她没同意，对吧？对，没同意。没同意怎么订的婚呢？订婚其实也挺曲折的，订了3次，最后一次才订成。就前2次为什么没订成？第一次属于是他给我说的，我爸妈去了以后不会说这个上门女婿这个事情，然后我和我妈才同意去他们那边谈。我爸他当时在外边上班没回来，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去的，然后去了以后还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上门女婿这个问题，这肯定谈不拢就走了。对。第2次呢？然后第2次。我爸回来以后就觉得，就是说再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可能就是说他不在，人家觉得我们家没有诚意嘛。哦。然后就让人家又来我们这边看看我们家的环境，最后也是没有说出来个1、2、3嘛。明白了，是想让女方看看嫁过来放心，是这意思吧？那第3次怎么就定成了呢？然后第3次可能就是我对象他做了一些工作吧，然后最后也算是把这个婚定了。不定了不就行了吗？就准备结婚呗。当时定的就是说我就是拿彩礼，然后结婚这样的，然后现在又反悔了，要个房。当时没有说房。哦，附加条件了。对，在哪儿要一套房啊？我们是属于是2个县城里边的，在市里边，离他们家近一点，离我们家也近一点。明白了。其实我妈提出来要房这个条件，也是觉得自己女儿嫁过去之后。也不想让我去受那个委屈，跟着他家里面那边生活什么的啊。你站在谁那边呢？我现在是站在我男朋友这边，然后我妈现在都不理我了。她现在就说你要么就选他，要么选我，要不这个家你都别回了。就等于说你现在跟你妈因为这个事儿闹掰了，是这意思吗？对，是。哦，你是不打算买这个房？不是说不买。我当时想的是，就是说，彩礼不是给了吗？然后拿着这个彩礼，然后我爸妈再添点钱，我首付一个房子，这么想的。缓一下，不用这么赶，是这意思吗？对。女生等于通过新房的事儿跟自己的娘家妈妈闹翻了。对。那你跟婆家的关系怎么样啊？你都站在他们那边，他们是不是对你特好啊？其实也就挺一般的，我跟他妈妈相处的也不是特别好。那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当时定完亲，他妈妈那边就着急想抱孙子嘛。然后这个我现在我不想去那么快，尽快的去生孩子。然后因为我俩现在工作也是处于一个刚刚稳定，就是说想攒2年钱，自己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你婆婆现在给你压力让你生娃？对，是。但是你还没进门？没有。你在这个问题上跟她是一条线的吗？我感觉生个孩子应该没那么大压力吧，我爸妈他也会照顾嘛。得了，这个时候亲密的战友要背叛了，你是想要的对吧？
我爸妈想要他生一个呗。那人家爸妈还想要套房，你咋不给呢？你又不是说不买呀？人家又没说不生，晚点生啊。不仅就是说生孩子这件事情，而且他妈妈就是我的身高嘛，一直想要求我去穿高跟鞋。穿个高跟鞋穿就穿了呗，又不是说怎么样。不只说这一件高跟鞋的这件事情，他以后更多的干涉咱俩的生活，对我可能指指点点什么的。你觉得你这个未婚夫对你怎么样？人怎么样？在一块儿的时候挺好的，他还挺会照顾人的。但是就是最近嘛，我去他公司，刚好中午在一块儿跟同事吃完饭了，让他去点咖啡，然后他当时就给那个就没有在一块儿吃饭的一个女同事，然后他说给那个孙姐也点一杯，他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你为啥要给他还点一杯咖啡？进这个公司，人家就一直带着我，教了我一些东西，给人家点个东西不是很正常吗？我们也没有什么呀。所以你是怀疑他跟公司的某位女同事关系不太清晰是吧？对，就特别照顾人家那种。本来没有什么呀，人家都有老公有孩子了。那他就是你每次下班或者是快上班的时候，他让他儿子给你去拿微信去发那个语音，说什么叔叔，我妈妈今天能不能坐你的车去上班？然后你也没有拒绝呀。顺路把人捎上就捎上了，做个人情也就那样呀。哎，那儿子你都认识了？对，人家可能孩子比较爱见我吧。孩子比较爱见你，我这属于是，就我包括我姐的孩子这些，属于是挺有小孩子缘的那种。离异女生，还是有老公？有老公。有老公干嘛搭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车，还让儿子去说这事儿，不是很奇怪吗？有老公有孩子，我感觉才不会有什么呀，他应该放心吧？放什么心呢？到哪儿放心啊？这是很反常啊！一个女人要搭一个男人的车。这事儿正常吗？同事嘛，挺正常的。其实我现在想让他就离开那个公司嘛，然后之前也有提过说，能不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以前在一起也工作过，可能就是两个人劲使不到一起，我就感觉不合适。现在这个工作我感觉挺稳定的。那对你未婚妻提出的这个要求你怎么看呢？他觉得你跟孙姐关系边界不清，因为我听完之后我也觉得边界不清。至少让一个已婚的女同事的儿子给你发微信说：“叔叔，你来接我妈妈吗？”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很让我奇怪。因为人家也可能是为了避嫌吧，因为这些事情他也知道。他在发微信的时候，他也听见了，他不是没听见，又不是说背着他。行吧，还是要问你，你进来干嘛？我想让他就是做出改变。改什么？第一个是我跟我父母，然后他能不能就是把我们的关系？他怎么帮你们呢？打算要几个孩子？可能暂时是一个吧。能要2个吗？一个姓你们家的姓，一个姓他们家的姓。为啥不行？你家的孩子跟他妈妈姓有啥不行的？哪儿不行？因为我哪儿不行？我就问你。偏狭碰到了偏狭，永远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啊，要从根儿上解决。只要他答应这件事儿，你父母跟你关系就改善了。他不愿意呀。我们都不说你父母的那个认知是不是对的，我不去议论这些东西，我只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解决的问题。今天来这儿干嘛呀？大胆地说出来，你想干嘛？就想让他放弃那份工作。你说白了，不就是你认为他跟那位同事关系边界不清？是。你不就让他改吗？是。改的标准就是离开那个单位吗？对。离开那个单位，他下次再碰到了张姐怎么办呀？再碰到刘姐怎么办呀？你老是你直接说你的需求不就完了吗？还没有结婚就发现未婚夫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嘛？而我又为了这段所谓的婚姻，我众叛亲离嘛？现在是不是就这问题？不就这个意思吗？确实没有跟孙姐怎么着是吧？没有。行了，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老师好。你好，放松啊，挺可爱的一个姑娘。我想问一下，今天你为什么没穿高跟鞋来啊？
因为高跟鞋我一直穿不惯，而且那个硌脚磨脚。我想呢，男方的妈妈一定希望你穿高跟鞋。是。你想到过这个吗？想到过。那你为什么没穿啊？他看了你穿平跟鞋出现在屏幕上，他一定会不开心的。他不开心，那我也不开心呀。对呀，你开不开心很重要，对吗？对。我特别希望你开心，因为我觉得你好惨。现在你跟妈妈闹翻了，而你的男朋友呢，他又并不体谅你，这属于双重压力压在你的身上。我想问一下小伙子，你穿过高跟鞋吗？那没有。那你为什么在谈到让他多穿高跟鞋的时候，你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你说那就穿就穿呗？你知道穿上高跟鞋什么感觉吗？你就让他穿。你知道他有多难受吗？你只考虑自己妈妈的感觉，他怕儿媳妇儿让人觉得个子矮，他丢脸，你就没有在这个时候做出决断，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时机。否则你不光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自己过度的付出，换来的是别人对你的更加不尊重。我就说2点。婆婆让你穿高跟鞋，她只是在意你身高这件事情吗？她其实从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告诉你，我没有看上你，我嫌弃你，身高只是其中之一。随意就拿一个外在的表象来衡量一个人，对一个人不满意，你说他有多嫌弃你？第2点，让你生孩子，你急离开你妈，两边都得离开。因为他们2个人没有人心疼你，这个人心疼过你吗？你看所有啊，你看啊，不管是你妈提出的条件还是你提出的条件，我看他就是不满意，以及妈妈对你的性格就是了解。陆琪老师劝你说，不如去杭州做几个月的主播吧，离开他，离开妈妈。但我觉得可以离开他，但是你离开妈妈不一定是对的。有一些孩子哈，当然他必须得成长，但是他真的因为父母太了解他，容易在感情里摔跟头，或者已经挑选到了错误的人，所以妈妈才开始横生枝节。他应该是基于对他的了解，对他家的了解，他认为如果你一定要这个男人的话，只有待在我们家里做妈妈的才能保你一点点。既然你都懂，那为什么就不能够直接跟他分了呢？这不就是一个老母亲泣血的反对吗？你为什么要选择跟妈妈绝交，和他在一起呢？假如说这个人里应外合，你逃出家里，他说立刻改口，说我不做上门女婿，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太伤心，所以第2个孩子我们随岳父岳母的姓吧。没有。当自己的女朋友不惜与家人决裂和他在一起居住的时候，他没有得了便宜以后给人家一点甜头吃，反而更加助长了他们家的气焰啊！要求你立刻生孩子了，他妈妈无理的让你必须得穿上高跟鞋了。最让我不耻的事情就是他和那个女同事之间的暧昧关系。刚刚赵川老师问你们没有关系，对不对？对。你们只是还没有关系，请记住这个还。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没事的时候，早上接接送送，在车里聊聊天，一旦这个孙姐还是李姐的和自己的丈夫有一点什么不开心了，没事和他倾诉倾诉，2个人很容易就是这样。你所担忧的就是真的，他就是在暧昧。为什么那一个姐姐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来发这个信息？此地无银300两嘛，这是一个靠不住的男人。姑娘，请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人身边去。你的性格不适合一个人在外闯，回去吧，孩子。关于你，我都不想说啥。我最讨厌男人一边在那里跟人搞着暧昧，送着奶茶，一边又说他已婚，他要已育哦。你骗谁呀？就这件事情上来讲，乖乖放了你的未婚妻，反正你的妈妈也从来没有看上过他。我对他的最大的失望就是关于孩子性的问题。就如果你想你真的爱他的话，你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妻子跟那么爱他的
曲老师主意挺好的，记住跟妈妈保持联系，对吧？让时间去考验你们的爱情呗，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觉得我有些事。其实5年的感情，在一起也经历了挺多的，但是现在，好，时间到，与其等，为什么不改变啊？会吧，会改。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预测一下今天的结果吧。听刚才姑娘那个意思，好像是，所以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男出女不出，双不出，双不出，男出女不出。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回到他妈妈身边去，放开这个男的。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门。双出吧。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两位。生活是人家自己的选择，祝你们幸福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新唐米娜妈妈嘴都气歪了。那我要是他妈，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拆散他。啊！气死我了！把米娜老师气得咬牙切齿的。你呢？我还好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成长都要在痛苦当中来的，有一些苦是一定要吃的。2个人抱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全身每一个细胞全都诉说着依恋，她是太喜欢对方了。那男生就是志得意满了，哎，我赢了那个感觉，男人的态度是我赢了，对对，非常的得意。希望今天的选择不会让他后半辈子的人生特别后悔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在哥们儿面前，他从来没有给我过面子，也没有尊重过我的兴趣爱好。我只不过是去和朋友出去骑车，他却什么都要管。虽然我们之前有许多问题，但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朝着结婚去的。如今他居然跟我说，在短时间内没有这个打算，那我究竟算什么？我只是想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再谈婚论嫁，他却总是借题发挥，3天2头的和我吵架。如今他逼得这么紧，我的生活实在是太窒息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齐22岁，来自北京学生；小王23岁，来自北京学生。姑娘怎么今天心事重重啊？因为就是我们2个一直在闹矛盾，就整的心情不是很好。哦，有，高中是同学是吧？高中是校友，不是一个班的。对啊，什么时候恋爱上的？上了大学之后。现在谈到今天谈了多久？3年。来吧，姑娘，说说你们的矛盾吧。他总觉得我在朋友面前不给他面子。这是个事儿吗？我的天哪啊！因为他经常会不在乎我的感受，摔门就走。我朋友在旁边呢，挺不礼貌的，让我也很没有面子。就是他总觉得我不给他面子，就例如上次他朋友来，因为我身体不大舒服，我就说你们先聊，我去屋里待会儿。他非让我跟他出去待一会儿，男生嘛，就一会儿聊会儿表，一会儿聊会儿车，那我都听不懂。我也尽量的说我去融入他们，就是搭几句嘛，就是搭一次没人理我，搭一次没人理我，就是再1再2不能再3。然后当时我可能就情绪就上来了，摔门就走了。
这小情侣吵完架，这不就和好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次，而这样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就是经常会这样。对，所以伤及到感情了。对，好，还有什么伤你们感情的事儿，姑娘？然后就是他骑摩托车嘛，也会吸引别的小姑娘注意。他就是大晚上的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作品，就会有一个女生私聊他了，我就点开了，发现里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就顺着电话号码就查过去了。大晚上11点多聊了半个多小时跟那个女的，然后我就很生气。那天晚上我是发了一个那个视频，之前有一个女生，我们只是认识，但是不熟，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她家里面不会给她买摩托车，也不会给她买汽车，她就说想让我带她去跑山，想体验那种快感嘛。我说那可以，我带着你去也行，你掏油钱，我带着我女朋友，然后咱们3个一起去。这么跟她说完之后，她也是就算是答应了吧。然后我也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我就感觉他们俩肯定有事儿啊，这个就充分说明2个人情感其实已经出现间隙了嘛。女生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了，对不对？就是一半信一半不信。那就是不信嘛。而且你这个表现不像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呀，怎么会这么去查呢？因为他之前比较花心啊。就是他不光这一件事情，还有之前就是我在上班嘛，他背着我去跑山，他没有跟我说，然后还让我朋友看到了他后面带了一个黑丝妹妹。那次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送他我比较着急，就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我可能起步就是稍微起得快了一点儿，那他往后一仰，他没法扶前面，他只能是搂着我，然后就搂了那么大概3秒都不到吧，然后我就速度起来了。你这都记着呢，3秒不到。反正就是时间不长，就这么一下嘛，然后他就走了。这搂着腰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你刚好我朋友拍照就在他等红绿灯那儿，因为我朋友坐公交车。你看，你不能做坏事儿吧？你做点坏事儿全被发现。然后当时那照片里他那表情还特别享受。哎呦，那眼神你都看清楚了，你想象了吧，姑娘？没有，因为像素比较好，离得还比较近一点。行，这就叫花心是吧？那还有一个，还有呢？还有什么呀？就是在去年11月11号那天，我朋友在交友软件上看到我男朋友了，就给我把截屏给我发过来，然后我就看他手机嘛，他手机里没有这个软件，后来我给下载了，下载之后登录他的那个账号之后，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他俩聊天聊的就不太对劲。这可解释不清了啊！你说带那姑娘是因为车坏了，您去烧的脚，这在交友软件上跟女生聊天，这不太容易解释清楚。这个事儿吧，说实话，有种报复的心理吧。报复谁？报复他。报复他啥呀？在几个月以前吧，我们在一个商场里边干兼职，那个时候有一个男生也是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我对那个男生，我们都在一个区域里边，肯定是比较熟悉嘛。那个男的反正就是特别花心，看见女生走不动道的那种，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跟那个男生他就聊到一起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当时已经很生气，就是气到都浑身哆嗦、浑身抽搐的那样。后来我冷静下来，你这是为干嘛还哆嗦还抽搐啊？不就聊个天吗？因为我们很了解那个男生是一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还非要往那个男生怀里边去扎，这个就很危险。我就很生气。然后我跟我室友去找那个男生去理论，然后我也没有去跟他说这件事儿。我说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也知道我知道了。那男生呢也明白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了。我说那就算了，那就这么着吧，睡宿觉就翻篇了。都这么大人了，都知道怎么回事就算了，没有必要去说太细。然后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过了1-2个月吧，差不多。然后他的母亲来找他玩儿，他就给我发微信说要不要你也来。我们3个就找了一家饭店，就准备吃个午饭。在等菜那段时间，我就无意间拿起他的手机，有一条未读的微信，我就打开了一看，还是那个男的。然后我当时因为他的母亲在那儿，我不好意思直接翻脸，我说阿姨，我学校还有事儿，那个您先吃，我先撤退了。找了个借口我就走了。我走到一半，他后边追我来了，这件事儿我理解不了。
毕竟他已经知道第一次我有多么的生气了，他还要去找同一个男的去聊第二次，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分手了，就几天，嗨，吵架呗，就那时候也是赌气。说分手了吗？分了，确实分了，分了几天。我跟那个男生就是很正常的聊天，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基本没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了。然后他那阵儿也就是比较鼓励我说，让我去多交一些朋友。再加上当时他买了台电脑，他老跟他室友一起玩游戏，就总是忽略我的感受。你要好半天回我一条消息，我都睡着了，可能他才回我消息他在干什么。被冷落。对，被冷落。所以有一个人出来表现得更热情一些，就聊了聊天。对，就是这意思吧？对，但是他聊的就很不正常。我冷落你，可能是我刚买的电脑就新鲜，但这并不是你去找别的男的聊天的一个借口。那我聊天很正常呀。那你跟那女的，你又叫人老婆，又叫人宝贝，还要接人下班，你觉得正常吗？我就是有报复的心理。行吧。那就说，当你发现这个之后，你们俩就分手了。后来怎么又和好的呢？我吃软不吃硬，然后他就天天来找我，3、5天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和好了。最后和好了，就原谅他了。所以你和好之后，开始跟其他的人去聊天，你把这个解释为一个报复行为。对，行。刚才他提到他跟你母亲吃饭，你们双方家长知道你们在恋爱吗？知道。见过面吗？见过，但是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什么情况啊？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然后他爸妈就是比较担心他，因为他是独生子嘛，所以就想着给他接回来。因为当时我俩是在一块儿上班的，就在那商场里上班。他爸妈就是也是好心，说要给我送回来，然后就让我爸妈也去接我，就是到一个点呢，他们一块儿会合嘛。最开始他爹就是确定好了一个地儿，但是后来又改了，中途改了一回地儿。我爸妈就觉得说他父母有点言而无信，你说好了就说好了，你为什么要突然变呢？后来见到之后，他爸妈下车了，我爸妈没下车，我上去还跟他们说让他们下车，他们当时就是因为生气嘛，也没有下车，就开车直接走了。后来我觉得我父母挺没礼貌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又给他发微信，我说我替我父母给你父母道个歉，就不想让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影响我们俩以后嘛。后来每回吵架，他都会提这件事儿，说他父亲有点接受不了第一次见面。那你们俩这情感到底想往哪个方向走呢？就是还想跟他结婚呀。你已经想结婚了？我跟他处对象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意思我能不能理解为你现在急着想嫁给他呀？可以。可以啊。你跟他提结婚了？跟他提过，他之前会说会结，肯定会结，但是后来越往后问，他就越推脱。还没打算结婚的吧？目前还没打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再过2年吧。现在手里面确实是没有钱，我可能想的比较遥远。我要真的去爱他，我不会就草草的去跟他结婚，我可能会耽误他一辈子。我觉得最起码你得有心里有把握，能给他足够的幸福的日子，然后你再去娶她，再去结婚。等吧，等2年愿意吗？我总感觉他说的这个等2年就是不太确定。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裸婚也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我也有工作，我不可能说我只靠一个男生去用他的钱去过日子。所以对你来说，什么彩礼啊、房子什么都无所谓，是吧？对，都不太重要。只要你娶我就行，是吧？对。我觉得不能因为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就跟你结婚。然后你还喜欢他吗？喜欢。你们俩现在还相信彼此吗？也相信，也不相信。你相信你自己吗？相信。你说实话。半信半疑吧。其实心性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你啊，有什么跟姑娘说什么。她现在就是不打算娶你了，你愿意跟她继续处下去吗？不愿意。所以说，实际上面你现在要不然立刻马上娶了我，要不然咱们就分手，我不愿意等了，是不是这意思？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她一定要表态吗？对。
哦。因为我也20多了，我预想的结婚、就是。你不是才23吗？对，那不是20多吗？不是才23吗？问题他才22啊。就是我预想的是在25岁之前结婚嘛。啊，行，听明白，反正就是要嫁嘛，不嫁我就走，是这意思吧？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拖是吧？就是现在我肯定不结，对吧？但是我不希望跟你断，是这意思吗？现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啊，这就是矛盾吗？女生是来逼婚的，男生是来拖延的，你们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挺好的一姑娘，你急什么呀？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啊！而且你今天来是逼婚的，你看哪一对儿当成挽救你们俩爱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对吧？你觉得不结婚你俩就要分手了，对吧？算是吧。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就想试一试。你俩分手是早晚的事儿，结婚就别想了。这人能嫁吗？咱先不说他想不想跟你结婚的问题啊，你就想想这人能嫁吗？不能。啊，不能。你知道是不能是吧？那你在干嘛？逼婚这件事儿，只会让自己更难堪，让你更可悲。结婚前，要先发出直击人性的3问，你替他来想想这3个问题啊。第一个，他是否能够做到始终如一？他能吗？不能。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光彩照人的，他能够做到不去对那个人动心吗？不能。能够做到欣赏和爱情中间划清界限吗？他在恋爱的时候都做不到，你还想跟他结婚呢？你现在想的不是要跟他结婚的问题，你现在要想的是分手之后你要怎么办？你要从这段感情当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让你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你，然后再次出发。这已经是一个泥潭了，你深陷在其中不自救，别人救不起来你。所以今天你去问他，你到底能不能娶我，其实就是把你最后一丝自尊撕下来扔在了地上。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考虑的就是分手之后要怎么办。把时间多花在自己身上吧，多读点书，你的世界就变大了。谢谢。如果那个黑丝妹妹真的是你的竞争对手的话，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吗？没有优势。投降了怎么就？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就你内心带着极大的恐慌，这个恐慌是你在面对人际关系里面所有的竞争的时候，你无力面对，所以和他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就今天是他，明天是别人，后天是工作、学业，其他任何一件事情，你在面对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失能的状态，你没有办法燃起自己的斗志，你也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的优势。我相信你一定是有优点的。人和人之间相比，除了颜值，除了外貌，我们还有内在，我们还有性情，我们还有知识，我们还有习惯，我们还有感情。我们有太多优势可以去比较，但你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失去信心了，你已经失去分寸了，进退失据。我相信你以前或者跟他谈恋爱之前，你不是这样的。当一段恋爱让你变得慢慢的没有自信，慢慢的进退失据的时候，可能不是你错了，而是你选择这段爱情错了。沙老师说的是对的，不要把婚姻当成你挽回爱情的武器，这可能是你新踏入的一个全新的错误而已。你们俩像什么？像一辆摩托车遇到了一辆电动车，然后两个人同行了一段路，在城市里面相谈甚欢，甚至于开始聊起了往事和聊起了未来，聊到了一定的程度，突然之间骑电动车那个人说，要不你留下来吧，跟着我一起回家，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安居乐业。这是骑摩托车那个人说，我的梦想是穿越山海。这个时候他上了高架，把你一个人剩了下来。你说是不是因为我骑电动车太 low 了？不是的，只是你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你们心里怀揣着对于未来不同的期待而已。现在很多的男生
尤其之害怕承担分手的责任。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也一样，你跟他其实一样，你也害怕人际关系里面的负面压力。其实你心里面很清楚嘛，你要的和他要的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给他一个明确答案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我对刚刚你说的那一句"你怕被绿"，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我一直在琢磨，我在想，我也不喜欢被绿，但是我不怕被绿，因为这件事带给我们的不愉快感，可能就是欺骗和有一些羞辱，对不对？你会觉得被羞辱了。但是我却觉得，就是要是有人绿我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有问题，是他连体面的告别一段关系之后再去开始一桩新的关系的勇气都没有，他是胆小鬼啊！不是对我的羞辱，是他承认了他的无能和胆小。所以怕什么呢？把这一个怕字扔掉吧，姑娘。这一段关系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配不上他吗？没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应该是那一个被羞辱的人？就从在一起后的第4个月开始，他的态度就整体就变了。他之前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不是变了，为啥不让他走啊？但是他变了，他走啊！你不再是我当时喜欢的样子了，我跟你在一起无趣了，你对我不好了，那你走。我为什么我要在你身边待着自取其辱呢？他总会就是把线拉直，然后再放松的那种，就是跟钓鱼。你为什么不走呢？连风筝都有挣脱线的冲动，你却没有。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是没有社交圈子，然后所以你这一种无趣的姑娘，傻子才娶。你站在那里，等于就已经给人呈现了接下来至少20年的状态，沮丧的表情，整个人因为恋爱而丧失自我的状态。你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快乐，遇到了一点点的不愉快就想报复的女人。你不能给她生活里头带来什么样的快乐了，因为你自个儿都不快乐，你没有。为什么米娜老师会那么去说你？就特别简单，不懂是不是可以学呀？我男朋友那么喜欢摩托车，那么喜欢表这些东西，我看2本杂志，分分钟不就给他碾压了吗？多找点东西看一看，了解一下，一聊天全给他们灭了，没有这个心思，就小肚鸡肠，我这那，他们怎么不理我？我告诉你，很简单，还喜欢他就跟他谈着，该有社交圈就有社交圈，我愿意。不喜欢他了，觉得他做的种种行为都是伤害你，那你不如赶紧离开他。行，你们人自己想吧，不喜欢了就直接说，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很喜欢你，还是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以后不会再围着你一个人转，我也要有我自己的圈子。我会比爱你更爱我自己。我也很喜欢你，我以后会更在乎你。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看完整的内容。这个预测就特有意思了，出不出？双出，因为他太喜欢那个男孩了。女出男不出，男出女不出，这姑娘聪明一点就不应该出来，最好都不出吧，这是我的期待。我们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来了。有什么要说的吗？很对不起。不是，如果你们相爱的时候就曾经过往里是开心的，就不存在对不起吗？你感觉耽误他了吧？还有吗？好好生活，加油，谢谢，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